Dad, can you please come and help? I miss you. 新西兰11岁华裔男孩向继父发送求救信息，继父与男孩便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当警方再次发现二人行迹时，只找到继父驾驶的车辆坠毁在悬崖之下，但两人却不知所踪。继父与男孩去了哪儿？这又是怎样一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爸爸，请快点来救我！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十分离奇的悬案故事，还要从一个中国女人开始讲起。2006年，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一名中国籍女人在这里从事服务员的工作。她姓陆，英文名叫 Fiona。大家可能会问，阿富汗这么乱，这个 Fiona 怎么选择去阿富汗打工了呢？其实Fiona 这个女人在国内过得也不太好。原本已经结婚生子的她，丈夫因为诈骗被捕入狱，她在国内也待不下去了，就把3岁的孩子交给父母照看，独自一人来到阿富汗打工。在餐厅当服务员期间，她结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0多岁的来自瑞典的飞行员约翰。两个人相处得不错，感情不断升温后，就决定在一起了。之后便一起移居到了新西兰南岛的皇后镇生活。等一切稳定之后，菲欧娜想着儿子还留在国内，一直跟姥姥姥爷生活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把孩子麦克也接到了新西兰。正常来说，自己儿子与新任丈夫相处是菲欧娜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菲欧娜很幸运丈夫约翰非但没有嫌弃这个跟自己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继子，反而将麦克视如己出。约翰会带着麦克打保龄球、滑雪，就算出差离开家，每天也要与继子通电话，询问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功课做完了没有，等等。麦克家的保姆也说，约翰是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父亲应该有的样子。这对于菲奥娜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奔波了近半生，终于在新西兰安顿了下来。一家人在美丽的皇后镇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有慢慢长大的儿子，把继子视作亲生儿子的丈夫。可菲欧娜并没有珍惜眼前的美好。在共同生活了8年后的2014年，菲欧娜决定前往新西兰最南端的城市因弗卡吉尔学习美发。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这个家庭。菲欧娜在学习美发期间结识了一位男子皮特，并背着丈夫与其发展成了情侣关系。学习美发不足1年，菲欧娜就决定与约翰离婚，并离开丈夫搬离了皇后镇，来到因弗卡吉尔与新男友一起生活。约翰很难过此时的妻子与继子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了。不过没办法，菲欧娜去意已决，已然无法挽留。但约翰实在是太爱这个继子麦克了，所以决定和妻子在法庭上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菲欧娜希望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约翰也希望能够跟麦克一起生活。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约翰作为一个继父，跟孩子毫无血缘关系，怎么可能获得麦克的抚养权？麦克被判给了母亲菲欧娜。法官认为这样的安排对于孩子来说会是更好的选择，但真的是这样吗？一场离奇的失踪案也就此展开。菲欧娜、约翰二人离婚，麦克也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因弗卡吉尔生活。可自从麦克来到这里后他开始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他不喜欢离开熟悉的学校，更不喜欢离开继父约翰。麦克曾跟同学说，他很喜欢继父，希望跟继父在一起。终于忍受不住煎熬的麦克给继父发去了这样一条视频 ：Dad, can you please come and help? I miss you. 麦克很难过，希望继父能带着他离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父亲，在看到孩子发来这样的视频后，你会怎么做？是安慰孩子跟妈妈好好生活，还是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呢？约翰的选择是后者。就在这段视频发出的不久后，2015年3月12日，麦克如同往常一样在他的新学校上学，但在午休结束后，老师赫然发现早上还在班级的麦克在午后就不见了踪影。老师同学找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孩子的身影。惊慌的老师赶紧通知了孩子的妈妈菲欧娜，并拨打了报警电话。妈妈觉得麦克刚搬到这里时间并不长，学校周边也不是很熟悉，应该不会逃学离开。警方也问询了学校的学生以及学校附近的居民，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曾有人在中午看见一名老年男子开着一辆蓝色的大众途锐车接走了一个男孩。警方向其展示了约翰的照片，目击者一口认定就是这个人带走了麦克。
从表面上看，麦克的失踪就是一场关于抚养权的纠纷。不甘心被抢走抚养权的约翰将麦克从学校里接走。显然，麦克这种做法已经触犯了法律。警方也发出了关于麦克的通缉令。两人失踪的3天后，一名农民向警方报告，他曾在一处偏远的树林中发现了约翰驾驶的蓝色大众车。警方立即驱车赶往现场，但最终还是没能发现他们的下落。2015年的3月22日，二人失踪的10天后，警方在新西兰的最南部一个叫做蓝鳕鱼湾的海滩上发现了属于麦克的旅行背包，还有一些汽车零件。警方认为很有可能约翰与麦克开车冲进了大海。随后警方出动了直升机、快艇、蛙人，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数次搜索。在失踪的14天后，警方终于在蓝鳕鱼湾一个88米高的悬崖海底下发现了一辆汽车的残骸。警方出动了直升机，将汽车残骸打捞了上来后，经检测，这辆汽车残骸正是约翰的蓝色大众途锐。难道约翰与麦克两人命丧大海了吗？还不好说。警方并没有在残骸里发现任何遗体，但车子前排2个座位的安全带都是扣上的。警方也无法确定遗体是否被强大的冲击力给海水冲走了，还是车在冲下海前根本就没有人。由于坠崖的地点很偏僻，平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会经过此处，加上警方也在现场发现了诡异的现象。他们在悬崖边上发现钉在地上的3根铁钉，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一些标记，而在地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长达100米的车胎痕迹，能够证实的是车子从这里冲下了悬崖。但警方也不排除车子是被人在油门上动了手脚，并固定好方向盘，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直冲下悬崖。从表面上的证据来看，似乎不太像是意外。这起案件让警方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也不敢确定麦克和约翰已经死于海中，还是约翰带着麦克制造了这起事件后隐藏了起来。警方暂时把麦克和约翰归类为失踪人口，并且对外公布了他们2个人的消息，希望民众能够提供一些线索。虽然在这之后坊间时有关于约翰父子的传闻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警方还是菲欧娜都是一无所获。2019年的3月，约翰和麦克的失踪已经迈入了第4年，警方宣布终止了这起失踪案的调查。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还活着，所以警方对外宣告2人坠崖身亡，并且发出了他们的死亡通知书。但事件真的这么简单吗？仅从表面情况来看继父约翰从学校带走了麦克，父子2人在人迹罕至的海边共赴黄泉，但2人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生母菲欧娜也始终坚信这就是一起预谋已久的金蝉脱壳。母亲菲欧娜认为约翰就是处心积虑为了营造双双坠崖的假象，目的就是带着麦克远走高飞。整起案件也存在着非常多的疑点，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车子坠崖的地点刚才说了是新西兰的最南端，叫蓝鳕鱼湾。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当地居民都说这个地方连人都很少来，车辆是绝对不会开到这里的，因为光把车子开到悬崖顶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另外，警方还在悬崖边上发现了钉在地上的3根铁钉，2根钉在距离悬崖边2米的地方，1根钉在更近一些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在做某种标记。既然车开上去都很难，又有谁会跑到这个地方在地上钉钉子呢？所以这3个钉子更像是用来确定方向的标尺，然后让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按着既定的路线冲下悬崖，造成坠海的假象。而64岁的约翰曾是一名商业直升机的飞行员，在阿富汗与菲欧娜相识。约翰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他在欧洲、澳大利亚、阿拉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等地都工作过。几年前，他还曾受雇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家公司，在战火连天的阿富汗开直升机。能从事这种刀口舔血工作的，能是一般人吗？约翰的朋友就说，约翰有多本护照，仅他知晓的，约翰就至少有4个身份。并且朋友也表示，约翰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绝对不可能自己了结生命，更不可能结束自己最爱孩子的生命。他是具备带着麦克神不知鬼不觉离开新西兰的能力的。包括约翰的邻居也曾建
见过他拿着一个卫星电话，在失踪后，这个电话也不知所踪了。在2015年6月30日，就在约翰和麦克失踪的3个月后，有目击者宣称曾在巴厘岛看见一名60多岁的白人男子带着一个亚裔的小男孩在巴厘岛度假。当时这一老一小在很愉快的聊天，样貌也和新闻上报道失踪的约翰和麦克极为相似。目击者甚至可以清晰地说出那名男子的特征，并且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新西兰警方也派人前往巴厘岛调查，但一无所获。各种证据和线索都表明，麦克的失踪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般简单。无论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这都是一场人间悲剧。如果故事停留在一家人在皇后镇幸福的生活，该有多好！要知道，在他们失踪后，那个约翰在皇后镇的房子准备出售，挂在网络上的售价将近90万美金。可见约翰并不缺钱。虽然案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希望约翰和麦克并没有死去，父子现在正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幸福并快乐地生活着。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